What's up, guys？ 现在呢，我们在道路上走着，好像无时无刻能够看到很多人的肖像在对着你笑，或者是摆出某种姿势。其实台湾生活是一个非常重度视觉资讯过度泛滥的地带，周遭举目望去，无时无刻呢都有很多图像资讯想要获取你的注意力。没错，这就是在竞选时候各个地方布满候选人宣传用的肖像。看久了，好像我们真的认识他们，很重视你从来没听过的人或从来没见过的人，就长时间在你既定的路程上接触到这些肖像，拉近了跟他们的距离，好像彼此之间变成一个老朋友一样的感觉。在我们现在资讯饱和的年代，还是不用其极的想要透过特殊的设计啊，或是特殊的姿态表情来吸引你注意力，建立你对他的一种想象或者是一种情感的联系。虽然你从来没有遇过某某人，生活中好像已经对他有一些认识。我想这就是竞选肖像的最大的意义吧，将个人的特质表露在既定图像上，进而让很多人长时间的反复观看之后，产生一些亲近的感觉。以往呢，肖像很可能是认识一个人的终点，变成图像被我们记住的时候，往往呢是他的代表的肖像。可是现在的肖像对我们认识一个人是一个起点，它可能不代表这个人真的样子，而只是引起你的兴趣，想要了解他这个人的样貌的时候的第一个接触的资料。往后呢，再透过我们当下流行的各种媒体、影片、动态画面、演讲的印象，加上我们对人物进一步的了解。这些肖像，它的目的呢，就是要建立你对他的投射的认同，增加点印象的分数，去除掉这些目的性不谈，依然可以将这些图像呢视为一种肖像的摄影的呈现。肖像摄影跟一般摄影一样，都具有很多摄影共同的语言，比如说物质声、边界、构图、颜色、形状、视觉语言的运用，其实并无二致。看到一张人的照片，它都代表着客观的细节呈现，但是呢，它经过主观的取舍、角度的呈现、构图的呈现、光线呈现，都是透过主观的选择达成某种观点的投射。拍得好看的时候，我是会用尽各式各样的角度的选择、姿态的矫正、笑容的取舍、表情的拿捏，经过主观的细微的调整，让肖像达成某一种特殊的气质、质感的要求。摄影的正式感是经过层层筛选留下来的部分真实。当下呢，我们在都市中移动的时候，无时无刻都是被这些影像所包围，被这些肖像的笑脸所注视着。我们怎么样在这些影像中利用我们摄影的认知去解构、去认识这些肖像所能带给我们的讯息呢？今天呢，我们就用摄影的必要元素——光线的影响来层层剖析，一起聊一聊这些影像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在肖像摄影中，光线的影响呢，主要体现于4个向度。第一个是光线的数量，第二个是光线的质地。光线的软或硬，详情呢可以看我这支影片，或者是光线的颜色，详情呢可以看我这支影片。再来呢就是光线的方向，也可以参考我这支影片。今天呢就聊聊在这些街头的候选人的肖像中，使用了哪些光线，让人物的形象显得更为出众。绝大部分70%呢都是使用了派拉蒙光、蝴蝶光的光法。什么是派拉蒙光、蝴蝶光呢？其实就是光线跟人物的鼻子是同样方向，鼻子跟相机以及光线呢是同一个方向。光线直接照明，对准人的鼻子来照明。我们可以看到光线呢在人的脸上呢是均匀分布，同时呢光线的位置稍高，35度到45度之间。这样的光线呢，可以在鼻子呢造成像蝴蝶般的投影，在以早期的派拉蒙影业常常使用，所以称为派拉蒙光。影子投影呢，在鼻子下方像蝴蝶的形状，也称为蝴蝶光。而这样的光线呢，人物的鼻子下方跟脸颊以及下巴呢，会形成比较明确的影子，会让人物的脸部的颧骨的立体感比较明显，可以让下巴比较尖，脸比较窄。光型呢是非常讨好的，脸型是非常好看的。绝大部分的候选人的形象的照片都是使用这样的光线来做拍摄哦。这样光线拍摄的时候，必须要注意说，光线呢不能够太高，太高的话，鼻子的影子会连到嘴巴，会显得脸的轮廓比较模糊不清。同时也不能太低，太低的话会填充脸大部分的影子之后，
脸会变得比较平板，比较像大饼脸。再来第二种布光呢，就是环形布光，光线呢在脸的一侧照明，最明显呢会是在鼻子的一侧会稍有点阴影，以及脸颊一侧会稍有阴影。其实就等于说我们在蝴蝶光照明之后，将脸部稍微转动所形成的光线呢，除了在脸的一侧造成比较短的影子之外，它依然充分照明了整张脸。局部的影子会强调出脸孔的深度，微调脸型。脸比较大的一侧呢，利用一点点光线的影子平衡两边脸的大小。在拍摄肖像的时候，会选择的光线可以稍微修饰脸型，强调立体感。当你的光源够大的时候，蝴蝶光很容易在瞳孔中形成非常明亮的眼神光，透过足够大的主光光源呢，仍然能够在眼神、瞳孔里面投射出非常闪亮的眼神光，让眼睛能够传递更多肯定的讯息。光线在更极端的往侧面移动，它就会形成所谓的林布兰光。林布兰光呢，它是源自于17世纪著名的荷兰画家林布兰所爱用的布光的方式。光线从一侧来，照亮了脸大部分区域之后，在另外一侧呢投下比较深的阴影。特别明显特征是鼻子阴影连到脸颊上，在另外一侧呢只留下小块三角形的照明区域，影子呢会很明显的将脸的轮廓刻画得非常的明确。这样的光型呢，也很适合调整脸部比较不对称的人物。它受光面比较窄，立体感非常的强，五官呢得到强烈的凸显跟强调，并非每个人都适合强烈光源的描绘，必须要视情形而定。非常少的候选人会选择采用这样的光线来做拍摄。摄影呢是一门用光的艺术，所以当我们身处在不由得看到这么多肖像照环绕在我们四周的选举的环境，我们是不是可以转变一个角度，透过这些肖像呢，把它当成一个城市的每个街道上大型的装置艺术、大型的肖像摄影展，另类的角度呢去看每一幅肖像所呈现出来的光线、摄影语言解读、有趣的剖析，在到处都是视觉污染的选举期间，也稍微能够找到一点不同的审视的乐趣。好，比如说我们看到这张照片呢，其实它就是非常好的运用了蝴蝶光的拍法，光线呢稍微低了点，影子的立体感并没有那么强的呈现出脸型的左右对称的样子。好，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明显的环形光的拍法，偏向于现场就要拍的那种纪实型记录的质感，或呢非常的明确感受到它的脸孔的深度，非常具有个人特质的识别度。在女性方面呢，它是使用的蝴蝶光对称的呈现出的脸孔的美感，笑容捕捉时间呢也是相当的完美。而在上方这张我们可以看到它带有点环形光的效果，在光线的设计上呢，两者都是非常的柔和，非常多层次的过渡。在女性的部分其实非常明确的蝴蝶光的设计，鼻子、下巴跟脖子之间的深度关系呢，都描绘得相当的完整。虽然说一样都是蝴蝶光但是两者的光线的角度不一样，立体感比较明显的差异。这边看到一样蝴蝶光的布光方法，还有蝴蝶光的光源之外，下方呢也有补光的效果。小米的阴影光线的个性呢比较不会那么强，依然很明确的具有深度描绘的柔和影子的呈现。这边也是很明确的使用了蝴蝶光，它补光的方式来消弭影子，鼻子下方或者是下巴的影子都显得比较短，比较多补光的效果。采取了一些鼓风机的方法，让头发呢发丝有飞扬效果，笑容捕捉也相当到位。这很明确的是使用了硬的光线呢去描绘出轮廓的坚毅的感觉。环形布光的方法呢，让鼻子跟脸颊的深度都相当明确，但是它的光线的质地呢比较硬，所以层次感会稍少一点。环形布光的方法，女性呢是从左到右，男性呢是从右到左，同时还带有一点勾边光，强调出头发或者是脸庞深度感。光源呢也是相当的柔和，层次过渡呢都是相当柔和的。好，这张呢它是使用了蝴蝶光的布光方法，使用左右对称的光效呢来衬托出左右对称的美感，但是它的光线角度呢稍微高了点，鼻子的影子跟嘴唇呢稍微有点柔和在一起，而不是那么明确，眼神光比较没有呈现出来。在男性候选人上也是使用了蝴蝶光的布光方法，光源够大，所以在眼神呈现出非常明确的眼神光，脸颊的两侧呢也有稍微勾边
的效果，明暗交错的立体效果。在这画面采取了蝴蝶光主光以及左右两侧的多边光以及下方的补光，所以呈现出来的光源呢是比较多的。在女性候选人上面呢是采取了蝴蝶光，在鼻子下有明显的影子，光源稍微小一点，质地呢稍微硬一点，没有在眼神中留下比较明确的眼神光，同时呢也在下巴下面有比较深的影。在男性候选人呢，虽然说也采取了蝴蝶光的布光方法，光线角度稍微低了点，并没有明确的影子，下巴也没有明确的影子，而让脸呈现出比较略微平面的效果。在画面中，3位女性候选人采取了比较偏蝴蝶光的布光方法，但是因为脸部的角度关系，带有一点点环形光的光效，因为光源的面积够大，脸部的层次感相当的柔和而柔顺，又不失立体感。左边女性候选人她有使用一盏勾边灯，给皮肤更多的层次感跟细节。布光方法依然是使用的蝴蝶光，光源角度过低，而让脸稍显平板一点。头发采取了勾边光的光效，也是透过发丝的反光有进一步的强化。像这位候选人是非常标准的蝴蝶光，整体左右对称的五官呢显得相当好看。这看到也是蝴蝶光，有凸显鼻子高度的影子的描绘，笑容的控制啊，以及头发飘扬的感觉都拍摄的相当好，是比较介于蝴蝶光跟环形光之间，相当多勾边光跟补光的设计，所以让整体对明暗过渡相当有层次。女性候选人她的光线相当的柔和，属于蝴蝶光的范畴，但是补光比较强，将所有的影子都消弭掉，显得非常的柔和。而男性候选人的环形光加上勾边光呢，让光影变化反差很高，相当有精神。左边男性候选人呢，他的光线相当柔和，属于蝴蝶光的拍法，偏环形光一些些，左右并不会那么对称，偏重一边。右上角的候选人呢，他的光线位置比较高，他鼻子阴影跟脸部的其他轮廓阴影混合在一起了，脸部的影子会稍多一些。右下靠中的候选人的光线相当的柔和，右边候选人可以更明显看到出环形光，没有加以补光呢，是有相当浓厚的阴影。显示出非常高反差，非常引人注目的明暗过渡变化，只加深了影像的存在感。群照的部分呢，就如果拍摄的时候能够加强正面光的强度，会让每个人的轮廓相对更清晰一些。非常漂亮的蝴蝶光，让整个光线照亮脸庞，显得非常的闪耀。强烈的 loop。环形光、浓厚阴影带出轮廓真实的存在感，比较柔和的布光呢，这样消低了表情的专注度。当影浓度更深的话，我相信会更引人入胜。左边呢是蝴蝶光，右边呢是环形光。右边的光线稍微高了点，如果可以光线稍微低一点，相信会带来更明显的眼神光。蝴蝶光的拍法，而且适当补光，让人的脸部光线柔和，可是又极具层次跟立体感。光源再大一点的话，可以让眼神光更清楚哦。左边2位男性候选人都是环形光，只是光线来源不同。非常有趣的影像装置，让整个街道呢都被肖像所环绕。这边可以看到光型的塑造呢，让人物的脸部是否更加有精神，以及更加让人印象深刻，这边就可以一目了然哦。从中了解到光线运用的好坏，让你的肖像在众多图像中更容易突出呢。左边候选人呢，就是很少见的使用了宁波蓝光来做拍摄，也衬托出了比较独特的戏剧性的效果。右边的蝴蝶光呢，光线是稍微平均一点，稍微缺乏一点立体感的效果。我们看到街头上的装置艺术，像是台湾独特的景观吧，被这些巨大的肖像所震慑。既然避不开，只好去观察它。但是如果拍得好的肖像，也是街道上的亮丽风景。或许过一段时间呢，这些肖像就会慢慢的消失，淡出在街道上。可是下一轮周期马上就要开始了，又有新一批竞选者的肖像会铺满整个街道。消失跟重塑之前，我们只能掌握我们自己的双眼，从中找到一些审美的切角，看到一些肖像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这可能也是台湾视觉环境的一种特色吧。Right， 希望大家都可以用欣赏角度来看我们的环境。See you，bye。